嗨，这里是 Dimi Studio。那我们今天要利用零碎的时间来检查一下2把从学校带回来的公用琴。好，那在检查之前大家可以明显看到它的按键头是不见的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要更换的。好，那在拆卸之前我想大概吹一下，然后看有什么问题等一下我们方便来后续处理。好，我们简单的消毒一下。哎呦，这几个音都出现了问题就是簧片塞住了。好，来试另外一把，蛮多问题，很多音吹不出来。好，簧片这个水平偏移。好，感觉得出来，这2把琴都蛮多问题的然后有一大部分的问题是因为它的胶片可能学生在吹的时候口水太多粘住，粘在这个簧板上，所以造成其他的声音没办法可以很正常的发出来。好，那我想要先花一点时间先把吹嘴洗过，好，然后我们再来拆口琴，再来调整内部。好，我们刚清洗完吹嘴然后我找了2条这个带有按键头的按键，那等一下预计装到这个2把公用琴上然后刚刚我们有发现几个胶片粘住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眼睛稍微看一下这个胶片的平整度，然后如果有声音是吹不出来的，大概就2个问题。第一个是簧片它偏移，它卡住了它卡在这个簧片的这个簧槽的地方它卡住了。第二个就是口水太多，那它的胶片粘到簧板上粘住，它胶片翘不起来然后你吹一口气进去的时候或吸口气，你会发现簧片没办法震动，因为气流不会通过，这样是一个大问题。好，所以我们可以用美工刀，然后简单的把胶片稍微挑一下，像这一块就粘住了。好，那我们把它挑开来，那记得上下2层也要把它挑开，上下2层把它挑开。好，这个是最基本的，最基本。你遇到音吹不出来的时候，大概可以这样做。好像这个是完全粘住了那我们这个好完全粘住了上下2层也是，我们把它挑开来。好，这个也是粘死的好，目前在做的这些东西都是最基本的都还没有检测到簧片的部分。好，那这2把琴我会做简单的维修我没有要更换掉太多的零件。主要是这个琴是一个公用琴它只要可以发出声音那我就可以接受。它只要可以发出声音那有杂音什么的我都觉得还可以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会给学生大量使用的口琴我们继续处理它一下。这个也是上下2层粘住这个都是口水的问题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口水的问题。然后像这种公用琴其实蛮常会有胶片不平整那这个也没关系因为它并不是一把会长期使用的琴。好，那外侧胶片我们大致上先挑过那等一下我们来拆解来继续看一下内侧胶片的部分看有没有任何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拆一下簧板把它拆掉，看一下内侧的胶片。拆卸完之后记得这上面的这个弹簧要记得先拔下来，因为这个弹簧很容易你在随便乱放的时候它会弹出去所以记得要先把弹簧拆卸下来。好，放旁边，然后这个琴格看一下，琴身的部分就是有一些基本的肮脏程度但不到非常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处理它。好，那继续拆解。好，第2把琴我们也拆开了，然后一样先把弹簧拿掉，弹簧先拿掉。好，然后拆卸Hohner琴身的时候，你很容易会让它上面有一块小小的螺帽，非常小，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在我的指尖，这个小小的螺帽很容易会掉，所以我拆卸这些Hohner的16孔琴身的时候我都会先上胶拆掉之后先把这个螺帽拿出来，然后上点胶让我们下次在
拆卸的时候才不会又滑掉，又滑出来。好，那最基本的你可以用这种保丽龙胶来把它粘上去，其实并不是一个太大的工程，就是你顺手你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顺手做。你只要在某一个单边上一点点胶水，那把它推进去，这样就可以了。好，它是在这个琴身的第二格洞，我不确定这样拍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它在第二格的洞。好，这个是第一个。好，等一下我们再来处理这个琴身。好，那继续把这个上完。好，第二个也完成了，把这个螺帽的部分把它塞到琴身里面，让它比较扎实的存在这里面。好，然后我们看一下簧板的部分。好，簧板的高音区它是属于比较宽的簧片，那这个是比较旧款的簧片。那以我现在改琴的体验，就是旧款的簧片感觉公差比较大，就是漏气的程度会蛮明显的，比起新款的簧片。给大家看一下新款的簧片。好，这个就是新款的簧片，它上面是有这边在印制的地方，它是有写一个 X。那新款簧片它的高音区是比较细的，好，那在我的体验里面，这个除了让高音变好吹之外，新款的簧片的感觉公差比较小，所以比较不会有这个漏气的问题。至少我目前修了2-3把旧款簧片的琴，我都觉得蛮漏气的，就是用一样的方法去做，但是它会相对漏气蛮多的。好，那我们等一下继续把内侧的胶片把它处理好。好，那处理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检修一下这把半音阶，调整它的音高，调整它的间距，然后把换上新的按键，然后装回去。好，我们就先来做这些步骤。我们刚刚把有问题的胶片全部拔掉，然后把上面的多余的胶水先铲除，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其中的几个簧片，它的背面的地方胶片它是没有的。那等一下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把这个胶片补上。那像这一块也是，它的这个低音区的地方有2个明显有问题的胶片。好，那这把琴我在拆胶片的时候，我发现几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这2把琴都是我非常非常早期的时候学校购买的琴，大概可能有8-9年前。好，那时候买口琴的第一个是买到的型号比较旧，所以是旧款的簧片。那再来是那时候我没有太多动手维修簧片的能力，所以我发现这个很多簧片断簧的时候，我是送去给别人换的。好，那我现在回头来检视一下这件事情，我发现有某些簧片的换簧的技术不是很好，就是不是很平整啦，然后或者是换的时候歪歪的，所以那几个音可能会相对的比较漏气一点。然后我有发现几个音在调整的时候，调整音高的时候是用点胶水的方式，这个是我现在基本上不会用的方式，就现在都是用打磨的。那早期我还会点胶水，那我这边看到有一些可能是音高比较高的簧片，然后把它调下来的，所以有一些是点锡，还有一个点了一个透明的胶水，那这个应该不是我修的，因为我不知道透明的胶水是什么东西。好，所以蛮有趣的，检查一些旧口琴的时候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好，那我们就先把胶片补上，然后再接下来的工作。那大家可以看到内侧的簧板它其实是蛮脏的，蛮黑蛮脏的。那如果要以
这个我在做 layup 手工型的标准来说，这些胶片基本上都是要铲掉的，都是要把它拔除，然后全部贴新的胶片上去。但是这个是学校的公用琴，那我想说那就算了，就至少我们先能吹，先能吹还是比较要紧的，可以发出声音，这样就好了。我们不要去太在意它的旁边的什么杂音，那个我们都暂时先不管它。OK， 好，那我们就继续下一个步骤。接下来我们处理完琴格一些比较脏的地方之后，我们要把吹嘴装回去琴身上面。那这边顺便分享一下我在上油的顺序。我会先在按键的地方上方跟下方各滴一些油，然后用手把它均匀的抹开。不要让它囤积在某一侧，均匀的把它抹开，然后剩下你的手上还是会有一点油油的，你可以把它抹在这个垫片上。好，那甚至你可以再补一些在琴身上，在琴身跟垫片之间，这样会让这个口琴的气密度会再好一点。这个是经过测试，是明显就是可以感受到的。好，然后我们把垫片装上去，然后再来是按键。好，然后最后是吹嘴的部分。然后吹嘴我在安装的时候，我先找到要的螺丝。好，吹嘴我在安装的时候，我会先上两边的螺丝，好，然后再把它反过来，然后把胶管套上去。好，那你要记得在Suzuki 或者是 Honor 的吹嘴在右侧，也就是靠近按键端的地方会有一个开口，在这里会有一个开口。好，那我们就把它装上去。好，接下来锁上。刚刚我们已经把那个螺母的地方有上胶，所以它现在已经可以牢固的粘在琴身上。好，那这样就是最基本的安装。那我们还没有把弹簧放上去，所以它现在是弹不回来的状况。不过我们至少现在它是固定住的。等一下我们在测试口琴的时候会方便一点。好，接下来我们来快速安装第二个。好，那第二个我想要把这个螺丝把它换成这个十字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原厂的这种一字螺丝很不好用，所以我想要换成这个十字的螺丝。如果你跟我一样常常修口琴的话，你就会有一盒这种螺丝盒，完整的螺丝盒，里面有各种尺寸的螺丝。好，那我们就拿两根胶管。好，所以我们做一模一样的步骤，先上油在按键上。然后好，大家可以看得到上面，然后均匀的把它抹开。好，那剩下手上还是有油油的部分，你就把它上到这个垫片，然后还有琴身上。好，那我们接下来把它安装上去。好，再来按键。好，那一样吹嘴，先上螺丝，先上螺丝。然后倒过来放，之后上胶管，之后上胶管，好，长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你把它倒扣的时候，胶管就可以在你的螺丝上方，我们把它装进去。好，然后装进去的时候稍微测试一下就是这个按键是不是顺畅的这支按键有变形，我徒手先把它折回来，它有点往上凹了难怪刚刚按的时候觉得蛮卡的。好，我们看一下这支按键是什么问题。如果这个旧的按键如果不能用，我们就把它换掉，换一支新的上去。目前看起来是蛮卡的。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这个东西拆下来，应该是这一片卡住了试一下。
确认一下问题是不是这个按键变形了。好，现在换上去的这2个按键都是我不知道从哪几把琴上拆下来的，因为早期确实它的按键已经变形。好，那我把这个按键头先拆下来。好，因为早期我有很多零件就是从小时候或者是从各把琴上就是渐渐的这样拆留下来的。那如果可以用我们就继续的沿用那不行用的话我们就换新的。好，那这片按键看起来是正常的那等一下我们把按键头把它粘到这个按键上，确认一下我们其他的胶水。好，你可以使用这种东西叫做快干瞬间胶这种东西它的粘性还蛮足的你可以用这个把按键头粘上去。好，那我们一样先试试看这片按键是不是平整的。好，平整的装上去粘上去才会有效果那如果不平整的话，就会跟刚刚发生一模一样的状况。好，这个按键是顺畅可以动作的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按键头上面点一点这个瞬间胶，点上去之后，它应该会在这个洞口在这个按键的洞口里面，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安装到按键上。要记得不要点太多点太多会刚好粘到你的口琴。好，我们只要点一点它可以方便顺利的安装上去，这样就可以了。好，那点了瞬间胶之后，这个东西应该就很牢固了那我们就暂时先放着，就先不要理它暂时放着，让它自然的干。等到它粘住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下一个步骤的调整。好，接下来我们来把簧板调音。那通常我会使用这个 app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app， 那它的名字叫 Piano Tuner， 就是调音的 app。好，那我频率设定在443，443。那我个人习惯我会先从内侧的簧板开始调音内侧。那调完之后装上去，再一次调外侧的簧板这样对我来说的工作会比较顺畅一点。好，那调音的动作之前的影片我们已经拍过好几次了那这次就不特别再详细讲述要怎么调音那大家去看之前的影片你就可以看得到。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刚刚这个簧片它就是口水累积在这里太多，然后它在簧片的周围产生了一圈薄薄的薄膜所以造成这个簧片没办法震动。好，我们先把这一层薄膜把它抠掉，好，就可以正常的发出声音了好，这个状况其实蛮少见的那大部分会如果你的口琴没有风干好，你就收到口琴盒里面就有这样的状况。好，这把琴现在上簧板内侧，我觉得它音高状况还可以这我之前有调过一次那因为它也很少用所以基本没什么太大问题。好，然后快速的来检查一下间距，我们把几个太大太小的稍微调整一下。这个琴我之前都已经修过1-2次了所以间距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我们来找一下下排。好，那我们先暂时录到这里因为第二把琴的做法会一模一样，我们就不再特别拍给大家看。好，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维修之后，这2款琴目前都还算是堪用的状态它不能说是好，但是至少借给学生练习不是什么大问题。好，那我们在影片的开头有提到说，这2款其实都是旧款的簧片，就是在簧板上它是刻字是没有 X 的它是旧款的簧片。那旧款的簧片它在我体验下都是比较漏气的
在我体验的这些维修的过程中，我觉得它的气密度都不能算是太好。那这2把琴有几个发现几个比较大的问题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这个琴它不是都是我维修的，它在早期的时候，因为我不会更换簧片，我也没有材料，所以我都是送去给别人维修。那送回来之后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Hohner 的维修，它是用这个螺丝，然后穿过簧片去底下对锁的。那这个穿过去的这个动作，就是会造成簧片不是很平整，然后或者是会比较容易松动，所以我发现它上面都是有点一些快干，那包含簧片贴合在簧座板也不是很平整，就是你可以看得出它是有缝隙的。那这个其实会影响到一些音高的稳定性，所以我自己在维修簧片的时候，我会在对簧片做2次的打磨，然后我会用 Suzuki 的这个螺丝去锁这个簧片，我觉得相对会稳定一点，然后你到背面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很平顺的贴上胶片，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好，那再来是有其中几个音，就是我们送去维修的时候，它是用新款的簧片来维修旧款的口琴，所以你在图片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公差是有点大的，簧片跟簧槽的公差是很大的，所以那个音吹起来就特别漏气。那我不太确定是因为它没有备料的关系，那我暂时也找不到到底那时候是送去给谁修的，不过没关系，就这样。那如果有兴趣的琴友，其实你也可以在 Hohner 的 C Shop 的网站上，你现在还是可以买到旧款的簧片去维修。从以前到现在，我修过了4把没有带 X 的这种旧款簧片的琴。那这4把给我的感觉都是漏气的，包含我手上的这2把，跟我前阵子交出去的一把是旧款的 Super 64，另外一个是旧款的 Super 60 X。那这4把旧款的都是漏气的。那我之后也会有一个计划，是我手上其实还有2把旧款的 Super 64，那我会拆其中1把。用来做 Layups， 体验一下用旧款的这个簧片来做 Layups 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到时候再来把心得分享给大家。好，那以上就是这集的内容。那我们口琴也维修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再把它拿到学校提供给学生去演奏。好，那这里是 Dimi Studio， 我们下次见，拜拜。